凡是被皇上临幸过的嫔妃，都被我亲手送去避子汤，导致皇上登基9年，后宫连一个孩子都没有。直到有位贵人被自带好运系统的穿越女顶号了，她顶着避子汤依旧有孕了，皇上激动坏了，要封她为皇贵妃，与我平起平坐。我拿出先帝遗诏，先帝有旨，新帝登基10年之内不得有嗣。皇上是要违抗先帝遗命吗？太后当即沉下脸色。今年已是第9年，也不算违背先皇定下的10年之期。便是先皇在世，也不会对亲孙儿如此无情。你少拿遗诏遮掩你的善妒之心。可他们不知道，皇上命格有意，龙嗣一出，必成祸端。唯有我这佛门净女，礼佛10年为他祈福化灾，而这期间，皇上不得有嗣，否则前功尽弃。我抬眸看向抚着小腹、满脸得意的张贵人，只当再看一个死人了。张贵人娇滴滴地依在皇上身上。皇后娘娘怎么瞪着嫔妾？不会是嫔妾怀有龙嗣？惹皇后娘娘不高兴了吧？她忽地捂着偷嘴，看嫔妾怀孕怀的脑子都糊涂了。皇后娘娘仗着先帝遗诏，不许我们后宫姐妹们替皇家开枝散叶，不就是为了想先诞下嫡长子吗？可惜皇上体谅皇后娘娘执掌6宫，不愿叨扰，嫔妾的肚子又太过得气。后宫人人都知道，我和皇上成婚9年，没有圆房，连宫女太监都敢在背后嘲笑我。我并不生气，若不是报恩，我就本不想当皇后。先皇生前下江南微服私访时，救了我一命。作为报答，我父亲给先皇卜了一卦，积怨难消，血脉自绝。先皇听后大怒，说我父亲诅咒皇室，差点当场杀了我全家。可没想到，自太子之后，后宫嫔妃真的再也没有生出健康的子嗣，或胎死腹中，或生而不全。先皇临死前想起我父亲的话，秘密派人寻我父亲。父亲早有预料，当年先皇走后，父亲将我送去寺庙清修，以此报天界的救命之恩。只等新帝登基后入宫，在新帝身侧礼佛10年，在此期间，后宫不可诞下子嗣，便可祈福化灾。因此，先帝死前钦点我为新后，并定下新帝登基10年之内不得有嗣的旨意。9年来，我守着这个秘密，住在凤仪宫最深处的佛堂里，用特制的丹砂调制长明灯芯，日日在佛前抄经。每一次皇上临幸嫔妃，佛堂里的灯火都会猛地一颤，那不是风，是厄运在作祟。我默默瞥向长明灯，灯火已经微弱的快要灭了。我长叹一口气，张贵人肚子里的孩子是留不住的。皇上脸色骤变，你放肆！之前看在先皇的面子上，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情，朕都不跟你计较了。现在张贵人已经怀有身孕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太后更是勃然大怒，一拍桌子：皇后，你是当哀家和皇上都不在了吗？当众心怀不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手里捏着佛珠，面色平静。趁因果未定，还可回头。张贵人瞬间红了眼眶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死死护着小腹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这是要我的命啊！皇上厉声喝断：来人！皇后满口胡言，心思歹毒，即日起禁足凤仪宫。太后冷冷地补了一句：佛堂也砸了，从今往后不准他再点灯抄经，不知在背后行什么不轨之事。太监们立刻冲进佛堂，砸的砸，扔的扔。我指尖一紧，急忙大喊道：不可！可佛像前的长明灯被打翻在地，灯芯彻底熄灭的瞬间，张贵人脸上的得意还没来得及收起，神色猛地一变，裙摆下很快显出一片湿痕。疼，皇上，我肚子好疼！太后脸色大变，快传太医！太医把完脉，当场跪了下来。贵人气血逆行，胎象急乱，此胎难保啊！我站在一旁，神色很淡。其实早些年，我根本不用担心嫔妃们的肚子。皇上命里无子，连骨肉都留不住。这9年，他的力气已被我压住大半，张贵人才有了怀上的机会。如今那盏灯一灭，一切前功尽弃。皇上不顾张贵人身上的污秽，直接抱起她离开，随即一道禁足的口谕传到我宫里。可没想到5日后，张贵人的脉象居然奇迹般慢慢回转。皇上大喜，即可封张贵人为贵妃。张贵妃第一时间来找我炫耀，连理都不行了，抱着肚子直接坐下，满脸得意。皇上答应我，等孩子生下来就封我为皇贵妃，还说若是皇子就立为太子。我面露迟疑，这孩子按道理根本不可能留得住。你是怎么保下来的？他没答，反倒身子一晃，整个人朝后栽去，重重跌坐在地上。殿门同时被推开，皇上话音未落，看见倒地的张贵妃，爱妃，朕说了，你不要单独来见这个毒妇。立马将她护进怀里。张贵妃眼眶通红，臣妾只是来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见臣妾没有小产，忽然动怒，推了臣妾一把，臣妾真的好怕。皇上额角青筋微跳，对我怒骂道：跪下，给他道歉！我站着没动，他是自己摔的。皇上根本不听，一脚踢向我腿弯，我猝不及防，当着满殿宫人的面重重跪了下去。要是张贵妃的孩子因为你没了，你这个皇后也不用当了。我拿出一早准备好的封印和诰命，往地上一推。
我本来也不用再继续当了。当初先皇还给我留了第2份遗诏，若是10年后，亦或是中途失败，我不想在皇宫待了，就赐我封地，还我自由。张贵妃假惺惺地扶我起身，贴近我耳边低声道：“好奇吗？因为我有系统啊，只要我想，这孩子我就一定生得下来。”我心口微微一震，你个愚蠢古人，听不懂也正常。我注定是这个世界的大女主，是要当皇后的人，而你不过是我半路上的垫脚石罢了。说罢，他朝皇上一笑：“皇后娘娘肯定不是有心的，若是要罚，就罚皇后娘娘给臣妾当月嫂好了。”皇上也一愣，何事月嫂？他急忙改口：“就是臣妾产后静养时，照顾臣妾和孩子的产袄。”那是给刚生产的妃嫔伺候便尿、擦身换褥、守夜哄哭的下等活计。别说皇后，便是最低等的答应，都不必亲手去做。可皇上只是淡淡瞥了我一眼，便冷声下令：“既然你心思歹毒，害得贵妃受惊，那就由你亲自照料她月内调养，也算赎罪。”殿内的宫人们忍不住低声嗤笑。皇后当产袄，这是前所未有的笑话。可我却俯身应道：“臣妾遵旨。”那就晚些再走吧。正好我也想看看张贵妃能生出什么个鬼东西。从这天起，张贵妃变成了宫里最金贵的人，出行必是前呼后拥，太医、稳婆、内侍排成一串。甚至有一日，她捧着肚子，慢悠悠地在我殿中转了一圈，忽然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案上的凤印上。这个看着也挺好玩的。我还未开口，皇上已从外头进来。张贵妃立刻露出委屈神色：“皇上，臣妾就是想看看凤印长什么样。皇后娘娘好像不太高兴。”皇上连问都没问我一句，只淡淡道一句给他。凤印被递到张贵妃手里时，她在我耳边笑：“等我生下太子，这凤印说不定也不用还给你了。”我注意力全在她的肚子上，太不对了。她如今满打满算也不过3个月的身孕，可那肚子，虽然张贵妃实在行事荒谬，但生孩子本就是女人的鬼门关，我还是忍不住开口：“你这胎月份尚浅，可肚子是不是大的有些快了？”张贵妃下意识挑着眉反驳：“皇后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是在咒臣妾的孩子？”她每日顶着双身子，自己察觉不到，但是旁人看得出。连皇上仔细端详了一眼张贵妃的肚子后，都面色有些凝重，召见了太医。太医隔着帕子把脉，眉头越皱越紧。张贵妃不以为然地翻了个白眼，却无意中瞟到我一旁的铜镜。那一瞬，她愣住了。镜中女子腹部高高隆起，弧度圆得惊人，几乎顶住了胸前的衣襟。她伸手去摸，才猛地意识到这肚子竟已经大到这个地步了。张贵妃的脸色白了一瞬，低声小声嘀咕着：“这是主角光环，是我的金手指，绝对不可能有问题。”她执拗地抬起下巴：“本宫怀的可是皇上的孩子。”太医还想说些什么，直接被她厉声打断。她指着太医，声音尖利：“你们一个个是不是巴不得本宫出事？本宫的孩子连婢子汤都挺下来了，少拥有那点凡俗经验来判断我的孩子。”太医脸色惨白，却不敢再言。皇上眉心始终拧着，却终究没再追问下去。那我自然也闭嘴了。张贵妃这才扶着腰，语气一软，换了副模样：“太医的话听得臣妾心口发慌，怕是动了胎气，臣妾有些乏了，想回去歇着了。”好好好，爱妃快回去歇着。张贵妃被人小心翼翼扶上软辇，还不忘回头仓促地刺我一句：“不知皇后娘娘和产医学得怎么样了？”我看着张贵妃肚子里那团越来越明显的不祥气息，意味不明道：“再学了，就是不知道用不用得上。”张贵妃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大到都有些骇人。太医迎着头皮推算了她的产期。张贵妃哪怕不方便走动，依旧不忘带着皇上到我这显摆：“皇上您看，太子踢我了。”她说这话时，语气娇软又骄傲，我却清晰地从皇上眼里的异样和一丝恐惧，因为那一脚动得太狠了，并非寻常胎动那种轻微起伏，而是整个腹部猛地向外顶了一下，衣料被撑得绷紧，腹部的轮廓几乎是肉眼可见的鼓起回落。他拉着皇上的手，迫不及待地往自己肚子上按。皇上快摸摸，他可有力气了，将来一定是个英明的太子。皇上的碰了一下，手就立马弹开。他喉结滚了滚，勉强扯出一个安抚的笑。确实很有力气。张贵妃得意瞥了我一眼：“皇后娘娘可不要羡慕臣妾哦。”我摇摇头，抿了口茶：“可不敢。”话音刚落，张贵妃原本还带着笑，忽然眉心一拧，下意识护住了肚子。这一声极轻，却把皇上惊得立刻回头。怎么了？张贵妃额头很快渗出冷汗。皇上，臣妾肚子忽然一阵一阵的疼，是不是要生了？殿内立刻乱了起来。张贵妃疼得直吸气，死死抓着皇上的袖子不放。她声音发软，带着哭腔：“臣妾好怕，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？”放缓了声音，拍着她的手，一遍遍安抚：“不会有事的，你肚子里的是太子，老天都会护着。”她哭得更凶：“皇上，您答应过我的，等孩子生下来就封我为皇贵妃。”皇上一顿，随即沉声道：“来人，拟旨。”皇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：“张氏嘉柔，孕育皇嗣，功在社稷，
待顺利生产，即刻册封为皇贵妃，与皇后一同执掌六宫。张贵妃眼睛亮了一瞬，又忍不住哭。真的，您不骗我。皇上替她拭去泪水。朕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皇上抬手，太监从一旁取出镇国之物，那柄象征皇权与传承的国剑。等太子降生，此剑便为他的出生礼。朕会把世间最好的一切都给你们母子俩。张贵妃心满意足，不忘回身看我，在我耳边嘲讽道：“等我的孩子出世，这宫里就再也没有你什么事了。”我不怒不恼，张贵妃生得很慢，血水一盆盆往外端，皇上和太后都揪心的来回踱步。又过了不知多久，忽然一道清脆的婴儿哭声传出来，皇上猛地停下脚步，眼中亮起久违的喜色。太后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生了！听这哭声，这么有力气，一定是小皇孙。”皇上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嘴角刚刚扬起，可下一瞬，产房里骤然爆出产房内一片混乱，稳婆和下人吓得尖叫声一片，连孩子的啼哭声都盖过去了。张贵妃虚弱却尖利的怒骂：“敢说本宫的孩子是怪物，你们是脑袋不想要了吗？还不快把孩子抱过来给本宫看！”稳婆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脸色白得像纸，谁也不敢动。其中一个年纪大的稳婆手抖得厉害，几乎要哭出来。娘娘，这孩子奴婢实在是不敢抱呀。产房外，皇上听着里面的争执：“朕的孩子呢？怎么还不抱出来？”太后眉心一跳，立刻看向身侧。刘嬷嬷，你进去看看。那是她跟了几十年的贴身管事嬷嬷，见惯风浪，素来稳重。不过片刻，产房的门被猛地撞开，刘嬷嬷踉跄着冲了出来。太后立马问：“里面怎么回事？”刘嬷嬷脚下一软，直接跪倒在地，整个人伏下去，额头死死贴着冰冷的地砖，声音发抖，几乎不成句：“娘娘，老奴不敢说呀。”皇上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。宫里就养了你们这一群饭桶，关键时刻一个都派不上用场。所有人齐刷刷跪了一地，谁也不敢抬头。皇上起身就准备亲自进产房，太后急忙去拦：“皇帝这不合规矩。”皇上急得双唇抿成一条直线：“朕的孩子出了事，还谈什么规矩？”他说完，直接抬脚朝产房走去。太后闭了闭眼，终究也一起去了，我也跟在后面。产房内稳婆、宫女跪了一地，人人低着头，肩膀发抖。床榻上，张贵妃脸色惨白，头发被汗水浸得凌乱。她听到动静，立刻抬头：“皇上，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！”她抬手指向跪了一地的稳婆：“这些奴才一口一个怪物，分明是有人指使。臣妾怀胎10月，太医日日请脉，明明说是个健健康康的小皇子，怎么可能是怪物？必定是有人在稳婆里安插了奸细，想在今日害我害太子。这宫里最不盼着臣妾生下皇子的还能有谁？”她的目光若有若无的朝我这边扫了一眼，我迎着她的目光淡淡一笑：“要不然先看过小皇子后，再急着诬陷我。”皇上没有理张贵妃，只是沉着脸：“孩子呢？”这一声问出来，稳婆和下人们齐齐一抖，跪着挪开一条道，那里用锦被遮着。皇上喉结滚动了一下，终究还是迈步上前。太后犹豫了一瞬，也跟了过去。锦被被掀开的那一刻，皇上的呼吸骤然一滞，而太后站在他身侧，看清的那一瞬，瞳孔猛地放大，眼前一黑，整个人直直向后倒去。太后，殿内顿时大乱。我顺着他们的视线看了过去，终于明白父亲当年口中的一胎是什么意思。那婴儿样貌疏异，头颅形状怪异，无力地靠在一旁，肢体有些不自然的扭曲。最令人难以忽视的是那张脸，两只眼睛并未对称，一高一低，间距异常的近，鼻梁塌陷，鼻孔外翻，嘴角向两侧拉开，却无法自然闭合。所有五官都在，却拼凑不出一张人类该有的面孔。皇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脸上满是震惊和错愕。一瞬间，他所有关于天伦之乐的想象被一瞬间狠狠撕碎。而床榻上的张贵妃还什么都不知道，在床上急切地喊：“皇上，怎么啦？您怎么不说话？孩子呢？快抱过来给臣妾看看啊！”皇上回过神，目光随即移开，来人，此子不祥，并非龙子，即刻处理掉。张贵妃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怔了足足一息，像是没听懂。她猛地抬头，声音发尖：“皇上，您说什么？这是您的孩子啊！”她挣扎着想要坐起身，牵动了伤口，疼得倒吸一口冷气，歇斯底里道：“皇上，您不是说了吗？等孩子出生就封臣妾为皇贵妃，您还给她取好了名字，国剑都准备好了，怎么能处死她？皇上，您说过不会骗臣妾的。”皇上却没有理他，只是冲下呆了的太监又说了一遍：“即刻处置。”张贵妃不敢相信，拖着身子从床榻上跌跌撞撞的下来，猛地掀开锦被，她脸上的疯狂与笃定瞬间僵住。她摇头后退了一步：“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怀的不是这样的东西。”她的声音开始发抖，眼神却疯狂地在殿内搜寻。忽然，她猛地转头看向我，她指着我，指尖发颤：“一定是你动了手脚，你嫉妒我怀了太子，你让稳婆换了我的孩子。皇上，是他害我。”我站在那里没有动，只是轻声开口：“张贵妃，你当初信不过我，
备产事宜都是你亲自去拜托太后安排的。你的意思是太后的人换了你的孩子？张贵妃不敢吭声，绞尽脑汁地为自己想后路。我有些怜悯地看向她，这就是你亲生的孩子，从你肚子里出来的，没有人碰过。她像是被这句话击中了，整个人摇晃了一下。皇上，您别听皇后胡说。她的声音终于带上了真正的恐惧。皇上却已经转身，房间内回荡着张氏家柔产下怪胎，祸乱宫闱，即刻废位，以妖女论处，与怪胎一并赐死。张贵妃扑倒在地，顾不得尚未止住的血气，死死抓着皇上的衣摆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是无辜的。就在这时，刚刚急火攻心的太后醒了，张贵妃眼里闪过欣喜，连滚带爬地朝太后挪去。太后却连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只对皇上说道：“除了那妖女和其子，今日入过产房的一个都不能留。”她目光缓缓扫过殿内跪着的稳婆、宫女、内侍，稳婆们当场瘫软在地，有人直接失声哭了出来。太后饶命！哭声、磕头声混成一片。我上前一步，拦住要冲进来的侍卫。太后，不可！臣妾知晓张贵妃和那怪胎的命断然留不得，但还请太后饶了那些无辜下人的命。太后转头看我，目光冷厉。你要为他们求情？你可知怪胎一事若传出半个字，皇室颜面何在？我早知张贵妃生下怪胎就是必死的结局，却没想到太后年高，却还如此心狠手辣。臣妾不是为他们求情，只是不愿太后再犯一次大错。太后的眸色骤然一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开口。皇上乃是太后娘娘亲出，是嫡长子，更是当初唯一的皇子。因为自陛下之后，先皇再也没有一个孩子了。所有嫔妃生下的孩子，想必太后娘娘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场景了。臣妾说的没错吧？当年臣妾父亲给先皇推算的命数积怨太深，血脉自绝，其中积怨太深的意思，太后娘娘不会听不明白吧？太后指尖猛地一紧，太后说：“当年太后尚为皇后，先帝子嗣频生，命数确杂，为保嫡长之位，为保皇位不旁落。”我没有说杀，只是轻声道：“许多该活的孩子便没能活下来，因此惹来了祸事。”太后猛地站起身，放肆！她厉声喝道，声音却不自觉地发颤。殿内所有人齐刷刷跪倒，只有我没有跪。先皇死前秘密派人寻我父亲，为了报救命之恩，我入宫为新帝之妻，在新帝身侧需为其礼佛10年，来平息太后娘娘造下的孽业。10年后，天界才能开枝散叶，否则皇上的子嗣永远只能是怪胎。太后脸色铁青，像是被人当众撕下了最后一层体面。她目光一转，死死落在我身上，一派胡言，信口雌黄，污蔑先皇后宫清誉。来人，王氏心存怨毒，胡说八道，祸乱军心，即刻拿下，就地处死！殿外的禁军应声而动。张贵妃瘫坐在地上，失声尖叫：“对，杀了她，她才是妖女！”在刀锋将近的那一瞬，我缓缓抬手，侍卫的刀停在我面前，免死金牌。我将令牌举高，声音清晰而平静：“先帝亲赐，严明，持此金牌者，非谋逆，不得加刑。禁军将在原地进退不得。”太后的手微微发抖，却仍强撑着冷笑：“那又如何？哀家是太后。”我转头看向一直沉默的皇上，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。陛下，我语气不重，却字字清楚。自张贵妃有孕起，臣妾便再未阻拦过后宫任何嫔妃侍寝、受胎等他们的孩子出生，是不是怪胎，自然一看便知。太后急忙道：“皇帝，你不可再信这妖女！”我直接高声盖过太后的声音：“陛下难道要为了遮掩一个真相，把后宫的嫔妃、稳婆、宫人杀得干干净净吗？”良久，皇上看向张贵妃，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：“怪胎即可处置，张氏打入冷宫，其余在场所有下人暂时拘禁，不得擅离半步，直至后宫诸事明了。”太后闻言，厉声道：“皇帝！”话还没说完，皇上抬手一挥，朕心意已决，若皇后所言是真，母后就莫要执迷不悟了。张贵妃被侍卫拖下去，她崩溃地大喊：“系统，系统呢？你说过凭的好运系统，我本该当皇后，当大女主，凭什么是现在这样的结局？凭什么？”张贵妃的喊声在宫中回荡，后宫的紧张气息开始蔓延开来。最初是一位怀孕不足月的嫔妃突发剧痛，被急忙送入产房，强行催产下的已是死婴，但死婴那骇人的样貌和张贵妃生下的怪胎相比，有过之无不及。宫里没有密不透风的墙，这一消息很快散开，人心惶惶，怀孕的妃子人人自危。不久，又有几位嫔妃陆续生产，有人早产，有人足月，但无一例外，孩子都是怪胎。而我看完了闹剧，拿着先皇给我遗诏，也准备走了。就在此时，殿外传来急促而凌乱的脚步声，皇上冲了进来，素来端着的帝王威仪荡然无存。皇后，你要去哪？我双手合十，凭你已完成与先皇的10年之约，今日该走了。你不能走，是哀家错了。太后继续说道：“当年的事哀家认，可天界不能断在这里。你既然知道因果，就一定还有解法，对不对？哀家求你救救天界。”救不了了。我语气平静，没有半分犹豫。皇上的脸色猛地一白，
不可能！你当年既然能为父皇化解，既然能镇住这些年，怎么可能救不了？我轻轻摇头。当年我父亲承诺，只是替天界争了一线生机，10年内皇家不得有子嗣，是唯一的条件。原本只剩最后1年，可如今已前功尽弃，太后踉跄了一步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再补救还来得及吗？哀家一条老命，尽可拿去给上天赔罪。我淡淡道：天命已定，凭您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。皇上站在原地，良久未动。我缓缓展开那道先皇留下的遗诏：陛下、太后，我入宫10年，只为报先皇的救命之恩。先皇答应过事情结束后放我自由，如今因果已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我话音落下，正要转身，一只手猛地扣住了我的手腕。我皱眉：先皇遗诏你是没看到吗？却没想到皇上直接从我手里夺走遗诏，直接一把撕碎。我一怔，不可思议地回头看他，他要干什么？他眼里的理智已然崩塌，他一字一句像是在说服我，又像是在说服自己。天界血脉不能断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断在朕这一代。皇上死死盯着我，你能替天界礼佛10年，能镇住这些因果，本就说明你佛缘深厚。若不是你，这些年早就撑不下来了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快，几乎癫狂。既然如此，若是你给朕诞下皇嗣呢？你不一样，你不是后宫那些人，你身负清净之命，又乘天意而来。只要是你生的孩子，一定能破这孽业，一定能替天界续命。我心头猛地一沉，皇上呼吸急促，掌心滚烫。你一日是朕的皇后，就一辈子是朕的皇后。为天界开枝散叶是你的责任，哪怕违背父皇遗诏，朕也一定要为天界血脉谋得一线生机。父皇在上，一定能体会朕的良苦用心。太后站在一旁，眼里的哀求再次转为阴狠。她一抬手，宫殿的大门齐齐被人关上，看来是早有预谋，商量不得就用强的。我双手合十，皇上可知贫尼背后是护国寺？皇上双眼猩红，护国护天界血脉才是真正的护国。若皇室断嗣，天下佛寺供的又是哪门子的江山？护国寺既然吃的是天界的香火，那就该为天界卖命。话音落下，他猛地伸手，只听刺啦一声，我身上的袈裟被他粗暴地扯裂。殿内无人敢动，太后别过脸，却没有出声阻止。我没有再说一句话，只是缓缓合上双眼，双手合十，低声诵了一句佛号。下一瞬，心神彻底沉入空寂。皇上在我耳边说道：皇后，只要你为朕诞下子嗣，朕一定将这天地间最好的一切都给你，不比你当什么佛女比丘尼强。就在他伸手欲在撕下一层衣袍的瞬间，殿外忽然传来一声钟响，不是宫钟，而是寺钟，沉重悠远，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威严。第二声钟响落下时，皇上猛地转头，殿门外庄严肃穆，原本紧闭的宫门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自外推开，不是侍卫，而是一列身着灰褐僧衣的僧众，步伐整齐，神情肃然。最前方的老僧白眉垂目，手持法杖，是护国寺方丈。太后失声：你们怎么敢擅闯后宫？方丈抬眼看向他，他缓缓举起手中一卷金边法旨：非闯，是奉命，奉先皇遗命，奉天意所归。今日请佛女归位。皇上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极其难看，他厉声喝道：来人，禁军何在？殿外有脚步声响起，却只停在廊下，没有人进来。为首的禁军统领迟疑片刻，最终低头跪下，声音发紧：陛下，护国寺僧众非叛非乱非逆，臣等不敢动。护国寺是先帝在位时亲封的镇国之寺，寺中僧众不受刑律，不入党争，动他们等同于昭告天下，皇权失德，天命将失。皇上的手在袖中微微发抖，他死死盯着我，可我始终闭着眼。方丈没有再看任何人，只是向我微微合掌。他转身，僧众分开一条路，我起身随他们一步步向殿外走去。多年后，天下易主，旧朝的工程被政变焚毁，又再次被修补。关于那位无子而终的皇帝，在民间只留下寥寥数句：性多疑，晚年失德，天命不归。至于后宫如何，太后如何，无人再提。百姓要活，日子要过，改朝换代于他们而言，不过是换了年号，换了税册。护国寺中晨钟暮鼓，香火不绝。寺内有一位佛女，清修多年，德性备受敬仰。她不讲前朝，不谈宫闱，只在灾年施粥，在荒岁收菇。后来有一个孩童对着护国寺3个字提出疑问：寺名护国，护的究竟是什么国？他将手中的木勺放下，语气平静温和：护的是百姓的国，民在，国便在。他抬眼看向寺外绵延的烟火人间。护国寺的日子是与凤仪宫佛堂截然不同的清静，没有明争暗斗，没有血腥孽业，只有晨钟暮鼓，梵音袅袅。我褪去华服，每日洒扫庭院，侍弄花草，或是在禅房里静坐抄经。偶尔会有香客远远望见我，好奇询问这位气质不凡的比丘尼是何来历。知客僧只会含笑答一句：是寺中清修之人。前尘往事仿佛真的成了前尘。直到那年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山路被封，寺里收纳了不少附近村落冻饿交加的灾民。我领着几个小沙弥在偏殿支起大锅，日夜不停地熬粥施舍。人群里有个瘦弱的小女孩，大约7、8岁，怯生生地捧着一个破碗，
眼睛却格外清亮。他领了粥，并不急着吃，而是先喂给身边一个更小的，似乎是他弟弟的男童。我多看了他2眼。第2日他又来了，依然先照顾弟弟。我盛粥时特意给他多舀了一勺稠的。他仰起脸，小声道：“谢谢师傅。”我温和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爹娘呢？”他声音很低：“我叫小月，爹娘去年冬天没了。”我心中微涩，没再多问。施粥持续了半月，小月日日都来，有时还会帮忙照看其他更小的孩子，手脚麻利，眼神里有种超乎年龄的沉稳。雪亭路通后，灾民渐渐散去，小月却带着弟弟在寺门外的石阶下徘徊不去。知客僧欲去驱赶，我拦住了。我走到他面前：“为何不走？”小月拉着弟弟跪下：“师傅，求您收留我们吧，我们什么都能做，吃的很少，弟弟还小，离了这里我们活不下去。”他弟弟也懵懂地跟着磕头。我望着他们，想起了很久以前江南水患后流离失所的自己，若非父亲带着我遇到微服私访的先皇因果轮回，竟在此处隐约有了回响。我缓缓道：“看见小月眼里的光瞬间暗淡下去。寺中不留女眷常住，但后山有处废弃的庵堂，可稍作修缮，你们暂居那里，平日帮忙做些寺内的杂活，换取衣食，如何？”小月眼中迸发出巨大的惊喜，连连叩首。自此，小月姐弟便在护国寺后山安顿下来。小月勤快，挑水、洗衣、帮厨，样样抢着做。他弟弟阿土年纪小，就跟在他身后做些轻省活计。我偶尔会去后山看看他们，教小月认几个字，也给他讲些浅显的佛理。他悟性很好，一点就透。寺中岁月静好，山外的消息却偶尔如寒风般渗入。旧朝末帝及那位皇上在我离去后越发偏执癫狂，他认定唯有佛缘深厚的女子所生子嗣才能破除厄运，竟广征天下与佛门有关的女子，或曾带发修行，或出身寺庙旁，甚至强掳尼姑入宫，闹得民间怨声载道，佛门震怒。太后在接连目睹数个死胎后，已有些神志不清，终日念叨着报应，不久便薨逝了。朝政荒废，边关不稳，各地流民渐起。又过了2年，一个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的妇人晕倒在护国寺山门前。她被救醒后，眼神呆滞，口中喃喃。有老僧认出，这竟是当年宫里一位品级不低的嫔妃。她断断续续讲述，宫中如同炼狱，皇上疯魔，妃嫔死的死，疯的疯。她是趁乱扮作仆妇逃出来的，一路乞讨至此。她时而哭时而笑，没了都没了，孩子怪物，哈哈，都死了。寺中僧众叹息，安排她住下，细心调养。但他精神已然垮了，时常对着虚空自言自语，说着旁人听不懂的宫闱秘事。小月给他送饭时，总会多停留一会儿，默默听他说。有一次我路过，听见那风妃抓着小月的手，瞪大眼睛，你有点像一个人，像那个佛堂里的皇后。不对，他走了好。小月轻轻抽回手，平静地喂他喝粥。嬷嬷，吃饭吧。风妃的话像一颗投入古井的石子，在我心中漾开一丝微澜，但很快又归于平静。过去的王皇后已经死了，如今只有护国寺的比丘尼绝会。天下局势崩坏的速度比想象的更快，旧朝失德失民，边疆大将拥兵自立，中原豪强并起，战火终于烧到了护国寺所在州郡附近，流民数量激增，寺里储存的粮米很快见底，山下村镇屡遭乱兵劫掠，哀鸿遍野。护国寺虽有超然地位，但在这乱世刀兵面前也难保完全。有溃兵觊觎寺中钱粮，曾试图闯山，被寺中武僧和附近一些受寺恩惠的乡民联手击退，但谁都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方丈召集全寺僧众，我也在列。他眉宇间带着忧色，天下大乱，黎民受苦，我寺既号护国，当此之时该如何自处，又该如何护佑这一方生灵？有僧人说应紧守山门，闭关自保，有僧人认为应广开粥棚，尽力救济，也有年轻气盛的武僧主张组织僧兵，保境安民。争论不下时，一直沉默的小月忽然怯生生地开口：“各位师傅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对不对？”众人目光落在他身上，方丈温和道：“但说无妨。”小月吸了口气道：“这些天来往的流民里，不只是种地的，还有铁匠、木匠、郎中，甚至还有读过书的先生。他们现在缺的只是一口饭吃和一个安身之所。寺里后山地方大，能不能让他们以工代赈，有手艺的做手艺，有力气的开荒种地，或者帮着修缮寺庙围墙。我们寺里存粮不多，但种子还有一些，后山荒地若能开垦出来，赶在春末种上些快熟的作物，或许能接上。人多了，新奇了，那些散兵游勇也就不敢轻易来犯了。”他说完，有些不安地低下头。殿内静了片刻，这主意看似简单，却将救济、生产、自卫结合了起来，超越了单纯的施舍或封闭。我看向小月，她眼中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清晰和坚韧。这些年，她在寺中耳濡目染，又经历了离乱，已然成长。方丈沉吟良久，缓缓点头。小月姑娘此言颇有见地。护国非独善其身，亦非空谈慈悲，于乱世中护佑一方生灵，使其得以休养生息，或正是我寺当下应为。决议既定，护国寺开始有组织地收容流民中的青壮和匠人，以寺中存粮和未来收成为承诺，
组织他们开荒、筑墙、打造简单武器，并编练民防。老弱妇孺则安排在相对安全的内院，负责后勤。我主要负责统筹药材和救治伤患。小月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，她心思细，记性好，竟将繁杂的物资和人事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小小的护国寺竟在乱世中成了一处难得的井然有序的避风港。4墙之外是兵荒马乱，4墙之内却渐渐有了肯直的生气与守护的决心。方丈有时会站在高处，望着这片忙碌景象，轻声道：“这或许便是护国的另一种模样。”就在护国寺的桃花源初具规模时，一队人马打破了山下的平静。这队人马约100余人，衣甲鲜明，纪律严明，与之前遇到的溃兵截然不同。他们打着平乱安民的旗号，为首的是个30岁左右的将领，姓刘，自称是某路义军麾下的偏将军。他们并未强行闯山，而是在山门下扎营，派使者送上拜帖，言明军中粮草不济，伤病众多，久闻护国寺慈悲济世，恳请暂借寺外为场地驻扎，并求购或交换一些药材粮秣。这很棘手，允之，恐引狼入室。据知，若对方真是军纪尚可的义军，且实力强于寺中防卫，硬抗可能带来灾祸。方丈再次召集核心众人商议，这次连那位风飞也不知何时悄悄来到了殿外角落，痴痴地看着。刘将军被请入寺中相见，他面容刚毅，举止有度，谈及天下糜烂、民生疾苦时，言辞恳切，并表示愿意用部分军械或未来打下城池后的钱粮加倍偿还。他还提到，他们义军首领有令，不得侵扰佛寺道观，尤重护国寺这等百年古刹。我看他眼神清正，虽带兵戈之气，却无暴戾之象，心下稍安。谈判间，那风飞忽然从角落冲出来，指着刘将军啊啊啊叫了几声，又抱着头缩回去，恐惧地念道：“兵好多兵杀了，皇宫里都是血。”刘将军面露诧异，我示意僧人将风飞带下去，解释道：“这是为遭了难的旧工人，神志不清，将军莫怪。”刘将军却若有所思，叹道：“旧朝宫闱惨变，我等亦有耳闻。天道好还，失德者中遭其咎。我等效力的民工，志在澄清御宇，再造太平，必不会重蹈覆辙。”最终，方丈决定有限度的合作，允许他们在山下指定区域驻扎，可按市价用药材、部分陈粮交换他们的盐铁等必需物。寺内核心区域仍禁止进入。刘将军爽快答应。此后一段时间，刘部驻扎山下，与寺中相安无事，甚至帮忙击退了几股窥伺的小股流匪。刘将军有时会上山与方丈论禅，偶尔也与我交谈几句，对我见识谈吐颇为尊重。小月负责一部分物资交接，与刘将军麾下一个负责后勤的年轻校尉接触较多。那校尉姓韩，为人爽朗，对小月的能干很是佩服。然而平静之下暗流涌动。一日，小月匆匆找到我，神色紧张：“师傅，我今日送药材下山，偶然听到刘将军麾下2个亲兵低声交谈，他们提到那件事，还说寺里肯定有知情人，上头催得紧，我感觉他们好像不只是为了粮草药材来的。”我心中一凛，联想到风飞的异常，刘将军对旧宫室的关注，难道他们是冲着前朝密心，或者说是冲着我来的？我立刻将小月的发现告诉了方丈。方丈捻动佛珠，沉吟道：“风雨欲来啊，若他们真是为寻前朝宫闱之人或物而来，恐难以善了。绝会你的身份。”我平静道：“方丈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该来的躲不掉，只是不能连累寺中大众。”我们暗中加强戒备，同时让小月有意无意地向韩校尉打探消息。韩校尉似乎并不知情，只感慨如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，寻找前朝玉玺、遗诏乃至重要知情人以正正统或挖掘秘辛的事并不少见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刘将军突然单独求见方丈与我，神色凝重，屏退左右后，他开门见山：“方丈大师，觉会师傅，今日前来，实有一事相求，亦有一事相告。”将军请讲。刘将军道：“相求之事，我军中近日多名将士患上怪疾，高热寒战，身上现红斑，随军郎中束手无策。听闻觉会师傅精于医理，寺中亦有药材，恳请师傅施以援手，救我将士性命。此恩，刘某与全军没齿难忘。”我点头，既是救人，分内之事，我可下山诊视，但需将军确保我与助手安全。刘将军立刻保证。随即他压低了声音：“这是自然，相告之事事关觉会师傅安危。我军收到密报，另有一路兵马，乃旧朝溃军与流匪合流，其头领曾是宫中侍卫，知晓部分前朝密事。他们不知从何处探的风声，疑心护国寺藏有前朝重要人物，可能于近日来袭，目标或直指觉会师傅您。他们行事狠辣，绝非善类。刘某虽与贵寺有约，但若彼等大举来犯，恐难以刘权护得寺中所有人，请早做打算。”原来刘将军不可能也有所猜测，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似乎是求医和维持良好关系，而真正的威胁来自另一股更危险的势力。形势陡然严峻，方丈肃然道：“多谢将军告知。”我略一思索道：“将军，
我可为你将士治病。作为交换，可否请将军暂时加强山脚防务，并借我数名可靠人手？我要在寺内及后山布置一些东西。刘将军目光一闪，师傅需要何物？我缓缓道：硫磺、硝石、木炭，一些废弃铁器、瓷片，还有火油，数量不需太多，但需尽快。刘将军是聪明人，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惊和钦佩。师傅竟通晓此等妙法。好，刘某即刻去办。刘将军离去后，方丈看向我，绝会。我平静地整理着衣袖。方丈，我在宫中10年，看的不仅是佛经，先皇藏书阁中亦有前朝兵书杂家，非常之时，行非常之事，护国护民，未必只有慈悲一道。我转向小月，小月，你怕吗？小月用力摇头，眼睛亮得惊人，不怕，师傅，我要帮你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以研制新药方为由，闭门不出，实则带着小月和几名绝对可靠的僧侣，以及刘将军派来的几个心腹工匠，在寺内几处关键通道、后山狭窄隘口秘密布置起来。我将记忆中有限的火器与机关知识结合，制作了一些简易但威力不容小觑的爆炸装置，半锁定阵，并规划了紧急疏散路线和避难地窖。同时，我仔细为刘将军部患病的士兵诊治，确定是某种疫症，对症下药，病情很快得到控制。刘将军感激不已，合作更为坦诚。第3天夜里，狱警的钟声急促响起，那股混杂的匪军果然来了，人数远超预估，黑压压一片，火把如龙，喊杀声震天。他们显然有备而来，分兵数路，试图同时冲击山门和几处侧墙。寺中武僧和青壮乡民据墙而守，刘将军部也在山脚关键处列阵阻击。箭矢滚木雷石齐下，一时间杀声震天。但匪军凶悍，人数占优，渐渐有悍匪突破防线，冲入寺前广场。匪首一眼就看到了在殿前指挥救治伤患，并未刻意隐藏的我，狞笑着带人扑来，抓住那个比丘尼，要活的。武僧们奋力阻挡，保护绝慧师傅。我冷静地退向预先设定好的路线，小月紧紧跟在我身边，手里紧紧握着一把短柄铁铲。几名匪徒冲破拦截，追至后山狭窄的石板路，眼看就要追上，我低喝一声：小月！小月用力拉动隐藏在石缝中的绳索，预先埋设的机关触发，爆炸声不算惊天动地，但足以让狭窄山道上的石头崩裂，烟雾弥漫，混杂着铁片瓷片四射，惨叫声顿时响起，追兵人仰马翻。紧接着绊索拉起，钉板弹出，又阻了一波。趁着混乱，我和小月迅速躲入早已准备好的伪装巧妙的岩洞之中，封好洞口。匪军在后山吃了大亏，又被刘将军部从后掩杀，死伤惨重。匪首也被刘将军生擒，余匪溃散。天亮时，战斗结束。护国寺虽有损伤，但核心未失，民众伤亡被降到了最低。刘将军部伤亡亦不轻，但成功击溃了威胁。清理战场时，刘将军来到我面前，郑重抱拳：师傅大才，刘某佩服。此番若非师傅妙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何时还礼？将军及麾下将士奋勇杀敌，才是护寺安民之首功。经此一役，护国寺与刘将军部的关系更为稳固。刘将军坦言，他们明公义军首领志在天下，急需各种人才，尤其是如我这般有见识、通实务、懂医术甚至治兵事的。他诚恳邀请我出山，即便不愿涉足军政，亦可为救治天下伤病、安抚流民出力。我婉拒了，将军好意，贫尼心领。然贫尼志在修行，兼济身边之人，天下之大，自有英雄豪杰与仁人志士去澄清。护国寺便是贫尼的国。刘将军遗憾，但表示尊重。尘埃落定后，小月问我：师傅，您明明有那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只愿意留在寺里呢？我轻声道：小月，你看这寺经此一难，人心是否更齐了？生计是否开始在废墟上重建了？小月点头。我微笑道：大有大的匡扶，小有小的守护，洗净铅华。我并非只为避世，在此处，我能切实地守护这一方烟火，让如你、如阿土、如众多流离失所之人，有一个安身立命、重燃希望之所。这便是我所寻的道，也是我认为的护国真意护住这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民，他们的汇聚，方为邦国之本。小月似懂非懂，但眼神越发坚定明亮。多年后，天下已定，新朝鼎立，百废待兴。新皇太祖出身布衣，深知民间疾苦，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。护国寺因在乱世中护佑一方，救治伤患，甚至有过驻军退敌之举。刘将军部后来归附太祖，立下战功。提及护国寺多有美言，备受新朝尊崇，香火更胜往昔。我已年过不惑，鬓角早生华发，但精神矍铄。小月早已不是当年怯生生的小女孩，她成了我的衣钵传人，不仅精通医术，管理寺产，更将当年我们共度时间的以工代赈等经验总结成册，在新朝地方官员前来请教如何安抚流民、恢复生产时，无私相授。他的弟弟阿土则因在修缮建筑上展现天赋，成了寺里负责营造的执事，还带出了一批徒弟。那位风妃在战乱后的某个平静春天安详离世，临终前，他忽然清明了一刻，拉着我的手，
含糊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自由了好。”便溘然长逝。或许对他而言，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与自由。护国寺后山的安堂早已扩建，收留了许多无依的妇孺孤老，教授他们技艺，使其能自立。这里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善地。一日春风和煦，我正带着几个小尼姑在药铺劳作，一个香客模样的中年人在知客僧陪同下远远驻足观望。他气度沉稳，目光扫过药铺、整齐的屋舍、远处开垦的梯田以及安居乐业的人们，最终落在我身上，微微颔首，眼中似有感慨，却并未上前打扰。知客僧后来告诉我，那是新朝的一位巡按御史，微服查访民情至此。又过了些时日，朝廷颁下旨意，褒奖护国寺历代护国用民之功，特赐金匾，上书责备苍生，并减免寺留部分田赋，鼓励这种寺民互助、生产自救的模式向各地推广。颁旨那日，钟鼓齐鸣，香客云集。小月站在我身旁，轻声问：“师傅，朝廷这算是认可了我们吗？”我看着那金光闪闪的匾额，淡然一笑：“认可与否，并非我等所求，我们只是做了该做之事。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能让这方土地上的百姓安居乐业，便是对护国二字最好的诠释。”新朝的开国史官在整理前朝旧档时，于尘封的卷宗里发现了一些语焉不详的记载，涉及先帝遗诏、五子之谜、宫廷异变，以及一位悄然消失的皇后。野史拜文中更有佛女镇邪、异象乱宫等离奇传说。然而，所有线索都断在了护国寺门前。曾有好奇的史官慕名来访，旁敲侧击。至于前朝旧事，我只是微笑摇头。贫尼出家之人，眼中只有众生，无分前朝今朝。施主，茶凉了。史官悻悻而归。最终在正史中，关于那位前朝皇后，只留下贤而早逝或静居礼佛、不知所终等寥寥数笔。